国际一线品牌就没有问题了吗？上一期呢测了这台国产佛沙的最低下限油耗，测出来的是 2.43 升，对于330排量的踏板车来说相当出色。现在测的是台架上的发动机以及整车的震动，由于是上个月新增的项目，所以这是第3台。而跨级车发动机的震动呢，则原地拧油门就可以测得出。踏板车呢就不行了，必须要在台架上面。有人说呢，打大秤起来不是可以吗？只是大秤呢后轮是悬空的，是不受力的。相较于在马力机台架上面测试呢，这样才能测最接近真实骑行的震动，而且同样的是小水平，夹的位置都是左车把，全部的车型呢测试都做到统一。从页面的震动来看呢，足以吊打绝大部分跨级车，因为踏板车都采用的是软性连接，即使330排量的单缸机，震动依旧很小。我们来看一下它与之前我测的无极 SR250 GT 对比，因为只测过它还有一台本田110。我们来看一下小水平的测试，由于踏板车结构的原因，在台架上测试的震动，除了发动机震动以外，还包括了传动箱的震动，还有后轮跳动带来的震动。高频的震动通常是发动机带来的，而低频率的晃动通常是后轮跳动带来的。高频的震动人是最敏感的，长时间骑行呢会手麻脚麻的，但这台车呢就控制的比较好，震动呢并没有因为排量的增加而增加。大家可以看我之前测本田 CL300 震动了，那台286排量震动要大得多得多。本田的佛沙350相较于跨级车，整车的行驶震动要小得多，而且在踏板车的领域，这个震动算是相当优秀的。100公里加速成绩呢比较一般，9.0秒，0到50呢倒是挺快的，用时2.4秒，因为采用的是别转速起步，2.4秒的成绩基本上和挡车没什么区别。加速成绩呢，在我的排行榜中排名第135位，因为这台发动机的设定只有 21.6 千瓦，带动的是185公斤的车重，导致它的加速不如挡车的最主要原因是用到的是最大功率的时间不同。如果挡车是4档破百瓦，那基本上0-100加速用到的最大功率接近4次。你再看看这台踏板车，时速都超过120公里，一次都没有用到最大功率7500转，这也是踏板车慢的主要原因。改下传动呢，让它使用最大功率更加提前，加速成绩会有不错的提升。从排气口的尾段的口径也可以判断出这台发动机的功率不大，前段的直径呢同样很小，可以看得出被封印的比较厉害。在泰国，这台车能改到 GPS 200以上。接下来看比较差的地方，60到0的刹车成绩，测了7-8次，最好成绩是 16.8 米，其余的 16.9、17米、17.1 米都有，就连自家的110踏板车都不如，那台还能刹出 15.1 米。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是卡钳制动力根本就不够，也没有采用对向自我塞的卡钳，由于它的卡钳制动力不足，前刹车的 ABS 一直没介入。如果介入的话，它会弹手的，但是我始终没发现它前刹车弹手，后刹车呢是一直在弹的。如果是轮胎的抓地力不够而发生抱死，它 ABS 会介入的。所以从刹车的成绩上看，它这个刹车是不怎么给力的。而之前我测雅马哈 XMAX300， 它的成绩是 13.9 米，所以 16.8 米的成绩算是比较差的。还有一个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前轮减震的位置有点异响，速度快和慢都能听到一些，出现这种声音呢，会让人感觉到有点廉价。如果是国产自主品牌出现这个问题，可能会被骂死，会说前轮异响，刹车又不行。但是出现在本田这台车上面呢，画风就变了，变得包容了起来，而且还是接近5万的车子，没有因为贵而变得更好，大多数呢去选择包容。我希望大家还是一视同仁的对待。这款车减震的调法呢，属于御宅偏舒适，但是阻尼偏运动，也就是压缩回弹会偏慢，快速过减速带的时候会显得比较硬。但是过一些低频率、低起伏的路段，它的舒适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好了。后轮呢也没有多余的弹跳，这样的好处呢就是高速的稳定性比较强。缺点呢，低速的大坑、减速带，需要快速压缩减震的路面，车身呢会比较颠，而且前减震呢也没有采用双连板的设计，
采用的是常规的设计。这方面呢，雅马哈的叉马300要强一些，而且改装件也更加多一些。叉马300呢，我跑出来的极速是143，这台呢排量更加大，极速也更加高一些。叉马300的舒适性要比这台要好一些，但是稳定性呢，佛沙这台要比叉马300要好。高速行驶呢，这台更加沉稳。低速行驶呢，雅马哈叉马300更加灵活，所以他们两台车基本上是相对立的。接下来说一下做工，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都要好于国产自主的品牌，不过呢，价位也要高得多。就是因为竞争还没到这两台车，所以佛沙和叉马300的价格一直没被打下来。当有国产自主的品牌能出到和它竞争力相近的车型，那么这两台车就跌下神坛了。参考川崎忍者400、川崎 ZS4R 以及 CB650R， 所以国产自主品牌强大起来，大家买进口车就更加便宜了。所以无论你选国产还能选进口，都是对大家有利的。这基本上是一个双赢的过程的。